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件真人真事。日前，德国莱比锡人民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顿时舆论哗然。先说说莱比锡，这是东德一个大城市，熟悉德国人肯定知道这个城市，因为它比较有名。另外呢，不管东德还是西德，我觉得德国人很喜欢用人民这个词，跟社会制度无关啊。比如大众汽车，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对吧？其实大众汽车如果是翻译成中文，就叫人民汽车。现在西德还有一家比较大的那个连锁银行叫人民银行，还有在德国地名啊，比如说人民公园啊，或是人民广场比较多。8月21日，也就是前天，莱比锡人民报报道，阿富汗前通信部长赛义德·萨拉特目前在德国莱比锡送比萨外卖。为何一个堂堂国家的部长跑来德国送外卖呢？开始我以为是假新闻，不过阿富汗还真有这么一位部长，同名同姓，而且还同人。大家看看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2017年的一则新闻，我们看中文就知道，当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还接见了这位部长。萨拉特2018年在该国前总统加尼执政期间进入内阁，负责为农村人口扩展移动通讯网络工作。现在我们知道啊，前总统加尼已经流亡海外，听说阿联酋接受了他。据萨拉特自己说，2020年萨拉特拒绝将其部门资金占为己有，也有的消息来源说要砍他部门的资金来打击塔利班，加尼政府强迫其辞职。我发现中文媒体也有报道，但是文字非常简短，而且跟事实有出入。中文媒体说，目前萨拉特已搬至德国，开始了新的生活，用的是搬这个字，但是阿富汗不在欧盟，不能随便搬来德国住啊。由于莱比锡人民报这篇文章是付费的，于是呢，我再深挖，发现了更多细节。我们现在来看看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德语版的这条新闻。来自喀布尔的前部长在莱比锡当披萨送餐员。萨达特曾经是阿富汗政府的成员，辞职后，这位前通信部长于2020年逃到了莱比锡。这位前部长现在在 Lieferando 外卖公司送比萨饼为生。阿富汗前通信部长赛义德·艾哈迈德·萨拉特在莱比锡的 Lieferando 外卖公司做送餐小哥，直到2018年底，他还在加尼总统的内阁中。目前加尼总统已经逃离。2020年，据说萨拉特逃到了德国萨克森州。萨拉特在接受莱比锡人民报采访时说，我现在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作为通信部长的任务之一是为农村人口扩大手机网络，加尼的政府后来迫使他辞职。他接着说，当时由于塔利班推进，政府成员已经准备好了撤离战略，在此过程中各部委的预算被削减，通信部也受到了影响。据莱比锡人民报报道，萨达特在到达德国后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了很短时间，因此他在 Lieferando 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他说现在他想攒钱参加德语课程，并参加继续教育课程。他梦想有一天在德国电信公司工作。然后我还从一家瑞士的德语媒体找到了更多信息，从喀布尔的部长到莱比锡的食品外卖小哥赛义德·萨拉特的故事。就在3年前，赛义德·萨拉特还是阿富汗的通信部长，而现在他骑着自行车在德国送外卖。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家媒体接着是转述这个故事的原发掘者莱比锡人民报的一位员工，这是这位员工关于此事的推文。几天前我遇到一个人，他声称2年前曾是阿富汗的通信部长。我问他现在莱比锡做什么，他说我为 Lieferando 送点餐外卖。他曾经是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内阁成员，他的宏伟目标是为整个阿富汗提供一个移动电话网络，但现在萨达特骑着一辆2手山地车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穿街过巷送点餐外卖。到国外留学，这位50岁的人与7个兄弟在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省长大，他的父母亲都是教职人员，有能力支付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习费用。德国知识点评，阿富汗教职人员的工资那么高吗？简直有点怀疑。我觉得他没有说全部实话。右边的地图说明，
萨达特出生于阿富汗东部与喀布尔接壤的南格哈尔省。毕业后，萨达特留在国外，专门从事手机 SIM 卡的开发。因为工作原因，他到了瑞士，在洛桑，他曾为瑞士电信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他的收入很高，他在牛津还有一栋房子。但是他还是决定回到自己祖国，返回家乡。原因是2016年初，他接到加尼总统办公室的电话，他们听说了他这位欧洲的手机专家的情况，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份职位。萨达特告诉莱比锡人民报，他热爱家乡，在英国的生活虽然很舒适，但是很孤独。于是在2016年夏天，萨达特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阿富汗通信部工作了仅4个月后，该部委的领导因腐败被解职，于是他被提拔为新的领导。法兰克福日报写道，通信部在萨达特的领导下开通了约45000家座机电话。此外，阿富汗约有1000万人能使用手机。但在2018年，他辞职了，是被迫的。他告诉莱比锡周报，个别政府成员将所有部委的政府资金转入到自己的账户，他们害怕塔利班的推进，希望在资金上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些政府成员还想染指萨达特的预算，据他说，他不愿意这样做，因此加尼政府向他明确表示不再需要他了。新的生活，但他作为顾问的工作一直到2020年底，然后他在12月乘飞机逃到莱比锡寻找工作。他投了一份又一份简历，但只收到拒绝。他的专业知识已经过时了。萨达特说，技术上我处于2016年的水平，以他的工作领域来说，相当于几十年了。德国知识点评请问提到他在英国牛津有一栋房子，而且他会英语，那他为什么逃到德国莱比锡而不是英国呢？另外，为什么是莱比锡？莱比锡与阿富汗肯定没有直达航班，而且他没有德语知识，这么跑来德国没有逻辑啊。而且来德国后又是如何以及以什么身份留下来的？他的工作许可是怎么拿到的？如果是难民，他根本就不能工作，所以我感觉他的说话疑点重重。最后，他开始为一家食品外卖公司送餐。他说，他现在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想攒钱，学习德语，参加继续培训，然后希望有一天为德国电信工作。他仍然与他的祖国保持联系，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塔利班友好的声明，令人惊讶。他认为塔利班的接管权力给阿富汗带来了希望。他在脸书上写道，开启了新的篇章，一个进步的、安全的阿富汗的希望。在他的脸书上，我发现了他在8月8日那天写的一篇长文，开始部分是批评美国的，原文是阿富汗的阿拉伯语，我用的是谷歌翻译，所以不保证对错啊。美国及其盟友背弃了阿富汗，他们从来不想在阿富汗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们不想要塔利班的伊斯兰酋长国或加尼总统的政府。当美国人与塔利班谈判时，加尼总统的政府被晾在一边。接下来有很长的篇幅与中国有关。美国人一直担心中国的经济加速发展。拜登在总统典礼上说，现在是时候把我们所有的精力转向中国了。然后他写道，这次美国人将使阿富汗保持不稳定，直到条件适合实施他们的计划。这次美国人将激活中国在阿富汗的维吾尔族游击队，雇佣阿富汗人换取美元，与维吾尔自由战士一起对抗中国。中国将继续陷入内乱。另一场代理人战争的开端仍将来自阿富汗。维吾尔族起义也将引发中国省份的解放运动，中国的内乱将摧毁中国经济。美国人为这个计划拨出了数十亿美元，阿富汗的军阀和激进组织将再次获得大量美元。为此，阿富汗军阀重新武装，B-52轰炸又重新开始，让塔利班无法组建强大的政府。美国的干预和新博弈，无论是塔利班政府还是现任政府的延续，都将与军阀打交道，政府将软弱无力，对阿富汗的地理、阿富汗的边界没有足够的控制权。游击队将活跃起来，对于有类似计划的中国和中亚国家来说，阿富汗人将陷入战争的漩涡多年，并逐渐在烈火中燃烧。以支持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名义，
美国将像1970年代那样从远方实现其目标。从他发表的东西来看，他是不支持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但是从有限的字句又看不出他对中国什么态度。瑞士的这家德语媒体有4位读者留言，我们一起来看看。作为政府的成员，他本人对塔利班统治下的未来充满希望。对我来说，这首先表明政府的腐败导致了毫无希望。然而，让人有些无法理解的是，他似乎对所有那些现在面临被塔利班迫害的最为危险的前同事没有怜悯之心。正是那些不腐败的人，才最可能没有钱逃到国外去。不知何故，我觉得整个事情很奇怪。你总是听到阿富汗政府有多么腐败，而现在这些政客当中呢，有一些人在这么困难的时期仍然在我们这里工作，而他们国家的妇女却因为害怕塔利班而把他们的孩子扔到铁丝网上。如果他给每个顾客都讲自己的故事，有些顾客的饭都凉了。但一个真正有趣的故事再次表明，许多有趣的故事或者是神话也可以在你家门口等着你。我还是保持原文的原样吧，无视其中明显不一致之处。我祝愿他在欧洲的新生活给他带来好运和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发掘这个故事的莱比锡人民报职员在推特上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我挖掘了这个故事，阅读了阿富汗报纸，与其他阿富汗人交谈，这是真的。昨天他在上班前花了2小时给我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然后这个人贴出了3张照片，左边的是报纸的截图，右上图是他送餐的情景，而右下图是与前总统讨论工作的场景。我们看左边报纸截图，莱比锡人民报，萨达特试图发射中国卫星进入太空，以便让阿富汗农村人口用上移动电话网络。到现在整整2年了。穿着橙色送餐服的他在莱比锡铁路街上推着一辆山地车。哇，感谢150万点击了！我今天与萨达特交谈了，他告诉我，他今天早上收到了邮件，外贸公司的一位经理想认识他，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份企业营销方面的工作。一个悲剧，我与难民一起工作，可以告诉你一些医生、律师和建筑师的情况，即使他们有些人的职业获得了认可，也很少有同等的工作给他们。然后下面跟贴的人讲了各自与难民打交道的故事。前面地区省略不翻译了。我们接着，在我的工作中，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高素质的人，他们的证书在这里不被承认，因为在这个屎坑国家，只有德语才算数。德国知识点评，我觉得这个网友有些极端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到美国不会英语，到中国不会中文，找工作也不容易啊。德国式的机会平等、偏见、尊重，它影响到很多人。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到教师等，但是我们仍然很少承认其他国家的成就，因为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我有一位收银员，他是一位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看到他在这里工作，总是很友好，乐于助人，对他的命运很谦卑，他为家庭竭尽所能，令人心痛。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卫星和农村地区的移动电话接收，乍一看，这家伙似乎比联邦德国数字基础设施部长更胜任他的工作。我扫了一眼，跟贴的人几乎都是同情这位部长，同时谴责德国行政体系，希望能给外来人口的学历及技能相应的认可。最后我来谈谈我的看法。首先，如果这位前部长的话可信，他没有贪污他们国家的钱，这一点就证明了他是一位清廉的政治人物，非常值得尊重。其次，他来到德国，不靠国家，不等靠要，而是自食其力，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第三，大丈夫能屈能伸，能降低身段，做最底层的工作，而且有想法，规划自己的未来，攒钱，提高德语，目标是进入德国电信公司。我觉得这一点也值得尊重。另外，从他的故事，我还看到一个国家的缩影：小国寡民，国破家亡，人离乡贱，即使贵为一国部长，也不得不远走他乡，寄人篱下。我想他的内心一定很悲凉。我觉得如果他能回国，按照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他在阿富汗可能更有前途。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
他为什么要来到德国而不去英国？他在英国留学，在那里还有自己房产，语言及栖息之地都不是问题。来德国非常不合逻辑。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获得工作许可的？这些都是疑团。估计呢还有故事，他没有全部说出来。很难想象，如果是中国国务院某部委的领导到国外送外卖，那是怎样的景象？这个故事让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一个国家是多么需要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一个能带领人民发展国家的政府是多么重要。我想，如果有发展前景，大家都想待在自己的家乡，谁愿背井离乡，对吧？最后，祝福这位阿富汗前部长在德国一切顺利。网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